地府熬了万年，终于转世凌驾。出生那天，万千仙魔前来迎接，满月赐福，我夺天阳仙火。神体榜上，我一举镇压祖地姐姐，万古神域我夺机缘。汝身具万古仙神神体，今赐万古极境混沌神骨。居然是传说中的混沌神骨，这可是顶尖混沌至宝，单单此物就远超鸿蒙地神体，再搭配他原本的万古仙神神体，两人的差距再度被大幅拉开。方才突破体质带来的优势转瞬全无，往后怕是更难追上他了。融合混沌神骨之后，我的身体变得愈发强横了。此地地运浑厚，完全不亚于昔日18层地狱的签到点，正是绝佳的签到之地。丁于万古体变签到成功，获得万古全油1瓶，当前奖励21倍增幅，额外附赠万古全油21瓶。万古神油，莫非有别样拥有？回头倒是可以一试。产自万神山鸿蒙汇聚之地，万年方能凝聚一滴，拥有极致强悍的淬体功效。这本倒是有趣。血影神像，可凭自身血脉之力召唤神像助战，血脉越强，降临的神像战力便越恐怖。我本就以血脉见长，这门功法再适合不过。哦，万古大帝心经，就是它。有了它，我便能真正触摸到万古大帝的门槛。居然真的是万古大帝心机，难道书中珍藏着成就万古大帝的法门？大地之上便是万古大帝，远古之后，世人便再无人能踏足这一境界。哦，小妹，这本书借我看看呗，我也十分感兴趣。不行，藏书阁规矩，每人只能带走1本。我就只看一眼，绝不拿走。不成。还真是小气，看来只能日后再想办法借来一关。等一下，我想去那扇门里瞧瞧。这藏宝阁从来没人能进去，传闻唯有此地的神明方可踏入。没想到七彩神石竟能开启万古藏宝殿，传闻这里堆满神明搜罗的奇珍，件件都是13界至宝，得其一便受益终生。他本身神体就得天独厚，再获宝物，旁人根本望尘莫及。竟是金芒先知，这般体量，至少也生长了万年之久。万年仙机都被随意放置，可见藏宝阁底蕴何等深厚。方才踏入此地时，神池传来提示，我可在此任选3件至宝带走。从书阁仅能取1册典籍，持有7彩神池却能收获3件重宝，这份机缘实在难得。奇怪，此处竟无法触发签到，想来是此地所有道运都汇聚在了主殿的神像之上。你在里面拿到什么好东西了？跟姐姐说说。里面珍宝无数，我一共挑选了10件。多说一些，日后从系统取物也不会引人猜忌。居然能选10件！藏宝阁宝物本就品级极高，件件都是稀世珍品，有这些宝物加持，
他日后修行速度定会一日千里，不少东西怕是连荒天古界都寻不到。这么多至宝，你万万不可在外人面前展露。须知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林家内部尚且安稳，可外界危机四伏，难免有人见宝起意前来抢夺。他手握重宝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总不能时时刻刻守在他身边护佑，必须多提醒几句。我明白，你尽管放心。我又不是懵懂孩童，自然知晓财不露白的道理。果真如我所想，成就万古大帝难于登天，远古至今再无此等人物，原来是有缘由的。想要踏出第一步，灵气凝建次数必须达到30次，如今万古神器榜榜首也仅完成25次，历来榜首皆是这个水准，从古至今无人突破25次。30次看似艰难，但我已然蜕变为鸿蒙地神体，完成目标应当不成问题。而且30次只是起步，我要冲击更高次数，彻底拉开差距，不让那小子追上我。这般灵丹灵液，乾坤塔里数不胜数，正是我冲击万古大帝的底气。没这份机缘的臭弟弟，怎么可能赢过我？真香！这趟神域之行收获实在太大了。先是签到得4瓶生命树叶，又占下整座灵液天池，还有2株万年赤阳仙姿，另外2处签到点还拿到了10瓶九灵丹、12瓶玄金丹，单是这些就价值连城。后来又得了整整22瓶万古神油，藏宝阁还带回3件至宝，对接下来凝练灵气助力甚大。金芒仙珠即可炼制仙丹，也能直接吞服，只是直接服用效果稍逊。玄天仙露是淬气重宝，眼下暂时用不上，等日后踏入淬体境便能派上大用场。至于灵韵宝塔，更是吸纳灵气的绝佳好物。塔内自成一方修炼锚地，灵气储量极为充沛，正好满足凝练灵气所需。林家本就有玄灵秘境这等修炼圣地，改日定要前去签到。这般宝地必有签到点位，叠加21倍增幅，奖励定然极为丰厚。此番万古神器榜，我势必要拿下第一。每份神榜都对应专属机缘，下一场开启的正是神器榜。若无登顶把握，我绝不去参与测试。25次凝练，已然足以登顶神器榜榜首，但这绝非我的极限。继续，在此地修炼，速度远超外界，方圆万里灵域险境。这半年里，灵气与魔气同修，如今魔气强度较之前强上1000倍。灵气凝练已达35次，魔气凝练32次，36次便是万古极限。以我的仙神门体，达成并非难事，只差些许时日。
是小妹，她开始冲击万古神器榜了。天啊！神女竟能将灵气凝练32次，太厉害了！那叶天闪也才凝练25次，她直接领先了第2名7次。姚小姐当真是3届神女。须知25次凝练已是万难之境，这个记录盘踞榜首8000余年，从未有人能够撼动。如今林瑶以绝对优势登顶，这般成就足以载入史册。是万古机缘，姚小姐问鼎榜首，这份机缘定然非同凡响。得此馈赠，神女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万古神榜奖励各有规制，有的赐予神域入口神池，有的则直接降下机缘。眼前这万古神器榜便属于后者，奖赏直接从天而降。这是石蕨仙草，竟有这么大一株！石蕨仙草在荒天古界都极为罕见，一池便需生长1000年，眼前这株足有3000年。若是出现在古界，必定引得万千仙宗疯抢。榜首机缘果然非同凡响。啊，就有万古之气！红光外围萦绕着浓郁的金光，和此前万古神域中的万古之气一般无二。这是小妹的机缘奖励，本与我无关。想来是这些天才地宝产自神域，常年累月吸纳了万古之气，即便被带出神域，气息也不会立刻消散。吸收万古之气成功，签到奖励倍数提升6倍，每日签到次数增加6次。嘿嘿，没想到还能沾小妹的光。真是意外之喜，看来以后他登榜，我得尽量跟在旁边。这臭弟弟不会再打什么歪主意吧？林天，你休想打我石蕨仙草的主意！石蕨仙草又不是什么稀世珍宝，我至于打他主意吗？臭弟弟，你灵气凝练多少次了？要不现在就去测试一下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万古石榜只人首次测试数据降下机缘，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。不说就是认输了，这小子终于输给我了，指不定凝练次数连前100都挤不进去，才不敢去测。总算赢他一回，不过这才只是开始，以后他再也没机会超过我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先让你在第1的位置上坐几天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拜见神子。这就是玄灵秘境核心区，灵气竟然这么稀薄。核心区灵气比外界浓郁10倍，这都算稀薄，真不敢想象神子眼里的浓郁灵气是什么模样。神子，您要不要在此处修炼？我这位置灵气最盛。算了，灵气这般稀薄，没什么吸收的必要。秘境道运汇聚的泉水才是目标，那里藏着签到点。于玄灵秘境签到成功，获得玄灵宝塔。当前奖励27倍增幅，额外获得天元宝塔。玄灵宝塔内藏方圆1里空间，灵气充满，可供吸纳修炼。天元宝塔内蕴方圆100里空间，灵气极为雄浑。签到倍数提升之后，奖励果然越发强悍了。
这老头不对劲，他心思根本不在扫地，分明是在图谋什么。他眼底藏的不是杀气，是死气，就像死去多年、浑身糜烂的腐朽气息。话还挺敏锐，待本王吞了你的魔气，喝干你的血，就把你炼成傀儡。这般上好的胚壳，可是千载难逢。小子，受死吧！老者深知此地是凌家秘境，不敢久留，只想速战速决。这是魔神，这小子怎么能召唤出魔神虚影？自身血脉越长，召唤出的神像战力便越恐怖。什么？那贼人定是赤月鬼王，竟敢打我儿的主意，罪该万死！万幸神儿有神功护身，才安然无恙。竟敢打我儿的主意，罪该万死！万幸神儿有神功护身，才安然无恙。来人！即刻彻查全族，逐一审问族人，但凡发现可疑之人，立刻押来见我。出了这等事，秘境与族中都必须加强戒备，半分也松懈不得。经此一事，我更要潜心修炼，唯有自身足够强大，才能应对所有未知的危险。36次凝练，万古极境终于达成了。玄叶灵茶，老毕恐怕日后再没机会喝了。老祖吉人自有天相，说不准几日之后便能寻到突破契机。老毕卡在这境界已有5000年，生死我再逃也看透，唯独放心不下这些小辈，还望林族长日后多多照拂。此番随老祖一同前来的，皆是凤凰古国年轻一辈的翘楚，年纪都在20岁上下，一男一女之中，只金凤儿与天凤老祖有着直系血脉。凤凰古国与我林家乃是世交，日后若有事端，定会相互扶持。如此，老义便放心了。这两位便是神子与神女吧？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你们两个还不快上前行礼拜见？我是凤凰古国的继承人之一，凭什么要向林家2个3岁多的小屁孩示好？论礼数，也该是他们待见我们才对。将近20岁的人，给2个奶娃娃行礼，传出去颜面何存？让他们前去拜见，也是煞费苦心。神子神女的不凡早已传遍长生界，未来必是人中龙凤。金陵岂是池中物，已遇风云变化龙。趁早交好，日后2国关系只会更紧密，绝不会吃亏。你们2个还不快去！金凤儿拜见神女。哼，以她的辈分，便是行跪拜之实也不为过。金凤儿拜见神子。这是作何？林族长，凤儿有一事相求，我想替老祖求取一株长生药。长生药有延年益寿之效，哪怕是垂暮老人服下也能增添不少寿元。凤儿，此事不妥。姥姥我资质早已耗尽，便是增1000年寿元，也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这些宝物还是留给你自己用。不，老祖，你
你一定能再次突破的。快将这些宝物收回去。老祖，他体内气血亏乏严重，方才情绪激动牵动了伤势，才昏了过去，并无大碍。来人，扶天凤老祖去客房休息。林族长，还望您能赐一株长生药，我愿用这些宝物交换。我虽是一族之长，但族中真正的话语权还在祖地那位老人家手里。他若点头，白送都无妨；他若摇头，再多宝物也换不来。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，远比不上长生药。凤儿，林家人个个眼高于顶，目中无人，我们还是少与他们接触为好。不，我一定要救老祖。我自幼受老祖栽培，更是被他亲封为古国第一继承人，才有今日的成就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为老祖延续寿元。林族长，我眼下只有这10件宝物，但我可以许诺，日后我登上国主之位，定会将今日所欠尽数补上。还望你能赐一株长生药。论品性，这金凤儿确实是拔剑丹，可长生药事关重大，能不能给，终究要看祖地的意思。长生药我并非没有，只是数量稀少，每一株都有大用处。林家繁衍10万年，多位老祖级人物年事已高，这些药本该留给族中长辈，岂能给一个初次谋面的外人？我林家并无长生药，带上这些东西，请回吧。凤儿，我们走。林氏家大业大，又怎会顾惜一个外人的死活？我才不信林家没有长生药，分明是林渊随口找的借口。今日放下身态登门相求，反倒受这般冷遇，实在忍无可忍。慢着，我有一物可以与你交换。你能有什么？族长都说没有长生药，你一个小娃娃还能拿出这种东西？雨辰不得无礼。神子，您真有长生药？没有。他就是在戏耍我们。走，这林家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。我确实没有长生药，但有另外一物，效果与长生药相差无几。如此浓郁的生命气息，这小子怎么会有这等至宝？能不能再给我2滴生命树叶？若老祖能服用3滴，不只能添300年寿元，生命本质也会大幅提升。有这300年时间，老祖一定能再次突破。你若能拿出价值相等的宝物，便可以考虑。凤儿，我这里有一株黄灵草，或许能帮上你。金凤儿愿追随神子，恳求神子赐下2滴生命树叶。万万不可！凤儿，你贵为古国皇女，怎能屈尊追随他人？这古国皇女倒也是至情至性之人，又有这般资质。这古国皇女倒也是至情至性之人，又有这般资质，收为追随者倒是很不错。
你要追随我，这资质有点弱了。重活一世，眼界早已不同往日，也只有小妹那般的资质，才配做我的追随者。你这小子，凤儿何等身姿，岂是你能说三道四的？你怎么会如此强大？我不到20岁便已大玄丹境，可面对一个3岁多的孩童，竟连半分还手之力都没有，败得这般彻底。这是灵隐掌，臭小子施展出来威力竟这般恐怖，看来他的灵气精纯程度比我预想的还要高。灵隐掌是门特殊武技，施展者灵气越精纯，凝聚出的手掌便越大。3掌规模的灵隐掌，放眼整个长生界都罕有人能做到。方才那一击，换作是我，也绝无接下的可能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神姿，不过如此。不过你身上有一点倒是合我心意，若能通过我的考验，追随我倒也不是不行。什么考验？前阵子宰了这头蛟龙，还没来得及处理，今日的考验便是它。你取一块蛟龙肉，用你的凤火烹饪，若是味道能让我满意，便可留在我身边。妖兽实力越强，肉质便越坚硬，寻常火焰根本难以炖熟。皇女身负凤火，用来烹制蛟龙肉，倒是正好合适。你竟然让古国皇女做厨子！堂堂凤凰古国皇女，竟要屈尊给人做厨子，此事若是传扬出去，只怕世人都要嘲笑古国无人，陷入近乎绝对的寂静。给人当厨子，的确是难以接受的屈辱。可一想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祖，所有的骄傲都沉了下去。只要能救老祖，付出再多代价都值得。神子，我愿意试一试。就用这龙尾做菜。好。如今连龙鳞都砍不断，还谈什么做菜？难道这才是神子真正的考验？他又到底是凭着何等本领斩杀了这等强横的蛟龙？让开！这难不成是斩龙剑？斩龙剑不是早已被龙族封印了吗？怎会出现在我儿手中？难道是在万古神病所得？当年我本想尝试破开龙族封印，夺得这柄至宝，可龙族势力太强，最终功败垂成。没想到天儿竟在万古神殿中得到了它。斩龙剑能斩万龙，任何龙族在这柄仙剑之下都难逃一死。给你一个时辰，若是还烹饪不好，就不用来见我了。好。外人并不知道，这斩龙剑并非来自万古神域，而是在地府签到所得。当初故意说在藏宝阁拿到10件宝物，本就存了掩人耳目的心思。日后再拿出什么至宝，只要推到万古神殿头上，外人绝不会有半分怀疑。神子，龙肉已经烤好了，您尝尝看。色香味里的色与香，这一关算是过了。味道中规中矩。神子，我有没有通过考验？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当厨子吧。我通过了。
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为当上厨子而这般开心。或许，只因是留在神子身边，才会有这样的欣喜。天儿还真是有本事，想来是传承了我的好底子。眼前这位可是堂堂古国皇女，只用2滴生命树叶便收入麾下，这笔买卖太值了。日后她跟着天儿成长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旁人知道了，定然要刮目相看。我这是在哪里？我的身体怎么好了这么多，像是年轻了几百岁？凤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神子那里求来了3滴生命树叶，您如今寿元增了300年，身子骨也比从前健壮了许多。孙女儿相信，有这300年时间，您一定能突破瓶颈的。凤儿，那些宝物留给你自己用处更大。那10件东西撑死也就换1滴树叶，剩下的2滴你是怎么得来的？我以追随神子为代价，换来了那2滴生命树叶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老妪悉心教导你，是要你未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强者，你竟跑去屈尊追随他人。老祖您别激动，或许追随神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呀你，真是没救了！以后不要再过来见我。老祖，凤儿不孝，以后不能在您身边照料了。跟随神子，凤儿，你的未来都毁了。此次闭关耗时半年，耗去大量魔丹，总算让魔气也抵达了极限之境。接下来便该冲击境界壁垒了。这便是仙劫神体的淬体境，果然强横。才刚突破，身体素质就比上一世同境界强出数倍。若是将此境修至圆满，肉身不知会强悍到何种地步。淬体境的提升需以特殊力量反复淬炼肉身，常见之法有2种，最普遍的是吸纳天地灵气冲刷肉身，此法进度缓慢，修炼到后期灵气便会彻底失去淬炼效果。林天的神体质地远超常人，单凭灵气根本无法起到淬炼作用。另一种方法便是以高阶灵液调配药浴，借药力渗透淬炼肉身，灵液等阶越高，淬炼的速度便越快。这万古直油也不知淬炼效果如何，且试试看。等等，后背的位置我自己够不到，神油必须均匀涂抹全身，才能淬炼到每一处机体。差了后背这一片，境界便无法圆满突破。这也是它与寻常灵液最不同的地方。对了，让凤儿来帮我推油。你之前有没有学过推油？啊，推油是什么？就是把油涂抹在身上，再以手法按压，让肉身充分吸收药力。我知道了。手过来，先帮我推一下后背。这感觉，肉身像是被某种无上神力反复捶打淬炼，身体素质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飞速提升。
这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至宝？少爷不过只用了1滴，淬体境界竟一路突破到了14重。与凝气境相仿，淬体境的极限也远非10重。世人常说的淬体巅峰，不过是修行路上的起点，往后仍可继续突破，只是后续提升的难度恐怖到难以想象。万古神油果然强横，照此进度，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抵达淬体极境。风儿，继续给我推油。对了，你不是有凤火吗？凝聚在掌心，和神油一同推按，效果肯定更好。少爷，烽火灼热无比，您的身子会不会承受不住？没事，你的凤火伤不到我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若是您承受不住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哦，这感觉太美妙了。我也没想到，神油配凤火，竟能有这般神奇的效果。少爷用的难道是传说中的神液？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，竟直接突破到淬体20重了。再来，这种接连突破的快感，当真让人享受。好了，先到这里吧。我先消化一下此番提升的境界，过2日再继续淬炼。一宿功夫，淬体竟直接提升到68重。少爷用的到底是什么生物？淬体越到后期越难，我从未听说过有谁能淬体超过30重，这简直匪夷所思。少爷身怀的至宝，果然不是我等能够想象的。从前我以为凤凰古国的资源已经足够丰厚，可在少爷面前，竟连那一滴神液都比不上。怎么回事？方才替少爷推油时，手心便一直火辣辣的，想来是那些神油顺着掌心渗进了体内一些。没想到一宿过去，竟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。我的体质在精进。